在这张美国最值钱的纸币上面的人物就是 Benjamin Franklin。他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将军，他没有打过仗，但是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说过很多至理名言，几百年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大家最熟悉的话就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另外，在他临死之前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确切的话，就是人的一生中只有2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一是死亡，第二是交税。 Death and taxes. 咱们今天不谈死亡，咱们就来谈一谈交税。具体的说呢，咱们是谈一谈，就是当一个人把房子要卖掉的时候，当一个屋主把房子要卖掉的时候，需要交的那个叫房地产资本利得税，英文就叫 Capital Gain Tax。首先，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啊，当你把房子卖掉了之后呢，你会面对2种税，一种是华盛顿州里面收的，这个叫房屋过户税，这个呢会在房子卖掉的时候 escrow company 直接就会抽掉的。相对来说，这不是一笔很大的钱，也不是咱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咱们要谈的呢是第2种税，是联邦政府来收的税，也就是每年4月15号你会面对的问题。这个税呢就是资本利得税，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房子因为那么多年下来房价肯定涨了，你卖掉的时候赚了很多钱，那联邦政府要来跟你计算一下，看看你要欠他们多少的税。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那这个税务法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视频呢主要谈的呢就是它的过去、它的现在还有它的将来。因为最近的联邦政府正在商量怎么样要更新这个法律，如果这个法律真的通过了之后，它会对你还有对这个市场造成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这是今天咱们主要的话题。你如果往下看，你就会看到答案。首先，为了要全面了解这个话题呢，咱们现在先时空穿越一下，回到上个世纪1997年。Oh no!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啊，好像那个时候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但是仔细想，已经30多年之前的事儿了。亚马逊那个时候刚刚上市，只是在网上卖卖书而已。Hi there, who are you? I'm Jeff Bezos. And what is your claim to fame? I'm the founder of Amazon.com. Google 连生都没有生出来，还没出生呢。Redfin、Zillow 这种网站都不存在，那个时候只有 Realtor.com 刚刚上网，它好像是跟那个 partner with American Online AOL。You've got mail。当时的买房的人想要看房，他得跟当地的办公室预约。进去以后呢，人家递给他很大一本本子，像一本电话簿一样，你坐在那儿一页一页的翻看图片，哪像现在那么方便？现在感觉边吃饭边可以在手机上刷手机就可以看房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时的房价呢，也是不像现在那么疯狂那么夸张，10几万、20几万、30几万就可以买一个不错的房子了。那时候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里面的房子35万就能买下来了。当时买房子的人的主要概念呢，就是想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家庭能够住得舒服一点的地方，主要是以安家为主，而不是想到像现在人想到投资。现在人买房想到可能将来要有怎么样的回报，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当时大家就是找个地方住就行了。就在那一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修改了自住房资本利得的一个免税规则。这个小小的政策改动，在后来影响到了数以万计的家庭，也为很多人的财富增长打开了大门。在97年前，卖房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卖房啊，不光是为了要找到一个 buyer， 更因为他把房子卖掉之后，不管你赚了多少钱，全都得交税。唯一一个条件，除非你去买一个比现在更贵的房子，你欠更多的债，不然的话 ，IRS 就说要交税。那很多房屋主当然不干了。这样一来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就完全冻结住了，一点房源都没有。倒过来呢，年纪大一点的人，其实他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他也不舍得卖。那年纪轻的一些夫妇啊什么，他需要建立一个大的家庭，他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他也找不到，因为那个房源没有，所以就成了一个僵局。法律改变了之后，房市啪一下马上就活跃起来了。那当然了，很多房子马上就上市了嘛。Seller 觉得这个想都不用想，现在房子卖掉
不用交税了 ，right？ 以前的话，这个房子里面的价值你是看得见摸不着的。那现在法律一通过了，马上就可以兑现它的真正的价值了，所以一下子房源就出来了。We'r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money. 买家的角度来说呢，也非常的活跃。为什么？第一方面有很多人等着要买房，一直买不到。第二呢，有一些人也看到了这个买房的价值。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有钱，你把它钱投到了股票里面，那你赚的钱你肯定要付税啊 ，right？ 付税还付得蛮高的。但是你把这些钱投到房地产里面，你既可以自己住。过了一段时间再把它卖掉，赚了钱，而且这个钱全是你的，不用交税，你也没有必要说人家也不会逼着你去买更大的房子，你就放腰包里就可以了。那这个是何乐而不为呢？大家肯定要这么做的。所以这一下子呢，这个房市就热起来了 ，listing 也多了 ，buyer 也多了，还有当时的一些投资者，他们也只看好了这个机会。当然了，投资房应该是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投资房你总是要付税的，但是他们就钻这个空子嘛。有些人呢，他们就把房子买下来，先租出去，让他做 rental house。等到要卖之前的2年，他们搬回去住，一边住在里面呢，一边把房子翻新，翻新了以后再卖，卖掉了以后就不用付税。当然，咱们不是说要支持这样一个做法，我只是说一说当时 what happened，right？ 这是 Crazy ideas. 像那种是干脆就直接把那种破房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住在 basement 里面，把楼上的翻新了以后就 flip 就卖掉，因为只要住过2年的话，他也不用付税，这种叫 living flip。这些事情呢 ，IRS 后来呢也一直在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那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呢，银行也看到了这个改变，他们觉得从现在开始，他的这个贷款的风险就大大的减低。为什么呢？因为屋主现在把他的这个房子看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手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产，他们不会因为一些轻微的风吹草动而轻而易举的不付银行的钱，这种事情他们现在不会再，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那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他们会看待这个 mortgage 房屋贷款，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产品，所以他们的贷款的一些政策呢也开始逐渐的放松。这当然为以后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做了一些准备，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快进到今天，快要30年了，西雅图的房市翻了不知道已经多少倍了，都认不出来了 ，right？ 但是这个税务法还是97年的税务法。当时，比如说你在97年的时候，你可以买个很好的房子，在那种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里面买一个35万、40万买一个房子。现在你上市卖的话，轻而易举就150万，150万卖掉的话，赚110万，在中间抽掉个10万块钱的一些手续费啊什么的，剩下100万是你赚到的 ，right？ 但是100万中间你要交税啊，因为当时的97年的那个政策就是说，结婚的夫妇的话是前50万不用交税，那后面50万你得交那个联邦税，那也是很大一笔钱了。所以就又回到了以前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法律已经太陈旧了，政府呢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我们这个法律现在太老了，要更新一下。他们就在讨论，有各方面有各种不同的提议啊。当然了，这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很简单嘛，就买房子就不用交税就是了嘛。这有点极端，我觉得这个成功率呢是很低的但是另外有一个法案，就是叫1340 HR 1340法案。这个法案呢是受到了2党的支持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以前的那个时候97年的那个不是说就是单身可以25万免税。他现在说提议就是把这个翻1倍，就单身可以50万免税。如果你当时是结婚的夫妇是50万免税的，现在翻1倍变成100万。往下走呢，是按照每年的通货膨胀的利率的改变来进行相对的调整。这样很可能就是说，很多房子从现在开始卖掉的话，就不需要再付税了。当然，这个法律现在还在这个酝酿的过程中啊，还要经过很多的审批，还有很多的 negotiation 谈判，到最后什么抽出来，什么加进去，到最后变成一个什么样子通过，咱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通过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是这样一个法案真的像现在这样描述的能够通过的话呢，那会对市场做一个很大的影响。怎么样的影响呢？就跟当时的影响一样，就是历史的重演，肯定一下子就会有很多房子上市。right？ 因为又不用付税了 ，listing 肯定会多起来，也会有很多买家，因为又有投资价值了。因为你这点钱如果投到
股票里面你得付税，投到房子里面不用付税，这就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想法。如果说这个法律通过了之后，在短期之内，这个房价可能会冷却一点，为什么？因为供需关系嘛。如果你供应多了的话呢，这个价格可能会下来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效果。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我上一个视频也讲过了，因为二手房的房源不算是真正的房源，那些卖掉房子的人，他会接下来要怎么样？他要找下一个房子 ，right？ 他又去吸收下一批房源，所以可能暂时的过渡性的时候呢。啪一下房源上来，价格冷却，但是再过几年呢，房市又会热起来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 buyer， 有那么多的买家也加入了，这个需求量又会追上来，到最后又会把房价炒得更高，房价会越走越高。如果你今天想要卖掉房子的话呢，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当然了，这个房地产到最后呢，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是你不能够 time the market， 这个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将来会怎么样呀。将来的经济会怎么样，这个都不知道，只有按照自己的需求。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卖房了，你肯定是因为生活上有了需求，才会让你想到要这么做的 ，right？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把房子准备得好，在现有的情况内能够做到一个最好的准备，把房子卖出一个目前最好的价格，这是你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